在我国漫长的边境线上，有14个与我国陆地接壤的国家。这些国家中，绝大多数都和我国关系密切，有的曾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，有的则是我国的藩属国、附属国。虽然如今他们选择了独立，但我国一直像对待家人一样，经常性的为他们提供技术和资金方面的援助。不过，却有这么一个国家，本就是趁着我国虚弱时独立出去的，竟然还想着与我国交换土地。这个国家就是如今的蒙古国。蒙古地处亚洲中部的蒙古高原，东南西三面与中国接壤，北面与俄罗斯相邻，看上去就像是被2个保镖围在中间，给蒙古带来了极大的安全保障。不过，也正是因为太过安全，反而成为了蒙古心中的痛。因为没有港口，没有第三邻国，导致蒙古无法对外贸易，只能靠传统的畜牧业来维持国家的运转。要知道，蒙古可是有名的资源大国，境内资源储量十分丰富，仅探明的石油、煤炭以及稀有金属矿资源价值就高达数百万亿。也就是说，蒙古完全可以靠贩卖资源就能让国民富裕100年。可惜，由于技术和各方面的原因，这些资源开采起来非常困难，再加上空运和陆运成本都太高，根本没有利润可言。于是蒙古想到了发展第3个邻国来开启新的贸易通道。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到，蒙古所谓的第3邻国其实指的就是西侧的哈萨克斯坦。这2个国家虽然没有接壤，但直线距离仅只有38公里左右。只要打通了这短短的38公里，那么蒙古就可以拥有第3个邻国，并与西亚其他国家开展贸易，甚至可以通过哈萨克斯坦建立通往欧洲的贸易通道。不过，这38公里之间却隔着我们中国和俄罗斯2个国家，想要实现与哈萨克斯坦领土上的连接，就必须与其中一国交换土地。我们先看看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地方，这里几乎全是悬崖峭壁，并且常年被冰雪覆盖，根本无法铺设道路。反观我国这一侧，刚好就在阿尔泰山脉走廊口，自然条件优越，铺路修桥基本都没有问题。所以蒙古想要实现第3邻国的愿望，就只能求助到我国。然而，交换领土可不是小事，虽然近代确实有过2国换地的先例，但都是双方为了得到更好的发展才交换的。而蒙古想要换地，纯粹是为了获取第3邻国来打通对外贸易。那么蒙古能拿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与我们交换呢？首先，经济方面，蒙古年产总值仅有129亿，还不及我国内蒙经济的1半。再看看资源方面，蒙古能拿得出手的矿产资源，我们也并不缺。所以蒙方打算用境内400平方公里的土地来交换。然而，蒙古国想与我国交换的土地位于阿尔泰山脉地区，阿尔泰山是4国交接地，战略意义非同一般。并且这里还有着我国海拔最低的山状冰川，对于我国地质研究有着重要意义。况且阿尔泰山脉还是一座蕴含大量矿产资源的金山，特别是金矿储量相当惊人，古时就有阿尔泰山72沟，沟沟有黄金的说法。如今这里更是我国重要的稀有矿产生产基地。当然，蒙古连接哈萨克进行贸易固然是好事，但这样也间接地给蒙古打开了通往西方的大门，保不准又会像乌克兰一样沦为西方国家的牺牲品。由此可见，蒙古想交换土地的想法应该是很难实现的。不过，对于曾经是一家人的蒙古，中国从来都是毫不吝啬地给予支持和帮助。只要蒙方愿意更深入的合作，加强2国间的贸易，相信很快就能改变目前的现状，让百姓们真正的做到安居乐业。